在佛教的宇宙观里，有一层天是最奇特、最不可思议的。我们都知道啊，欲界有6层天，层层都是福报的极致啊。从最下面的4天王天到忉利天，再到夜摩天、化乐天，一直到最顶端的他化自在天。每一层天的快乐都是我们人间无法想象的。那里没有生老病死，没有饥寒交迫，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天人终生都沉浸在五欲的快乐之中，无忧无虑，逍遥自在。可偏偏啊，就在这6层天的中间，第4层的兜率天却成了整个欲界唯一的异类。它不像其他5层天那样，整个天界都是一片歌舞升平的享乐景象，而是被一道看不见的界限硬生生分成了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边是和其他天界一样的凡夫享乐场，天人在这里尽情享受着天福，而另一边却是未来佛弥勒菩萨讲法的净土，是整个3界中最清净、最殊胜的修行圣地之一。更让人震撼的是，同样投生在兜率地界，这2类天人现世境遇，日常受用天差地别，未来归宿更是云泥悬殊。绝大多数世人只知兜率天有福报，但是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唯独兜率天能做到欲乐与清净共存，轮回与解脱同在？那一层摸不着的分界到底卡在何处？是由什么因缘造就的？为什么很多人发愿要往生到第4层天，而不是福报更大的上层天，或者更清净的西方极乐世界呢？修行者往生此处，又要避开哪些致命误区？今天我就把这其中的秘密讲给各位听。看到这里的有缘人，不妨在评论区打出愿坚守初心不退，日日勤修福慧，为自己种下一颗未来解脱的种子，也为自己积累一份无量的功德。很多人都知道兜率天分为内院和外院，可这2个地方到底有什么不同？下面我先给各位讲讲，听完你就知道它们的区别有多大了。外院啊，就是普通凡夫天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快乐和其他欲界天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更加微细、更加清净一些。兜率天的梵文名字叫独使多天，翻译过来就是知足天、喜足天，意思是这里的天人对五欲之乐能够适可而止，不会像下层天的天人那样过度贪著。可即便如此，这里依然是欲界，依然充满了色声香味触的诱惑。外院的天人是从父母的膝上化生的，他们一出生就拥有了天人的一切福报。他们住在七宝建成的宫殿里，穿的是天衣，吃的是天食，身边有无数的天女围绕，想听什么音乐就有什么音乐，想看什么景象就有什么景象。人间400年才是兜率天的一昼夜，而兜率天的天人寿命有4000岁，算下来就是人间的5亿7600万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他们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尽情享受快乐就好了。可内院呢，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内院是一生补处菩萨居住的净土，现在是弥勒菩萨的道场。什么叫一生补处菩萨？就是这一辈子过完，下一辈子必定会成佛的菩萨，贤劫千佛，包括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都是从兜率内院降生成佛的。所以啊，兜率内院其实就是诸佛成佛前的最后一站。内院的众生都是从莲花中化生的，他们一出生就身相庄严，具足32相80种好。这里没有五欲的娱乐，没有天女的歌舞，整个内院只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弥勒菩萨讲法的声音。无论你走到哪里，听到的都是苦，空无常无我的道理，都是六度万行菩提心的教法。内院的众生每天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听弥勒菩萨说法，精进修行。这2个世界的众生命中之后的去向更是天差地别。
凡是如法往生兜率内院安住闻法的修行者，依弥勒愿力摄受，多得不退菩提。来日大多会跟随弥勒菩萨下生人间，在龙华第一会、第二会或者第三会中听闻佛法，正得圣果。哪怕是最钝根的众生，也能在龙华三会中得到解脱，永离轮回之苦。唯有极少数中途道心退失者，才会改换流转路径。可外院的天人就不一样了，他们虽然享受着无量的天福，可天福总有享尽的一天。当他们的寿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就会出现5种衰相：衣服垢秽，头上花尾，身体臭秽，腋下汗出，不乐本座。昔日万般喜乐瞬间消散，满心只剩惶怖愁苦。命中之后，悉随自身宿业流转6道，耽乐纵欲。厚重贪婪者容易堕入3恶道受苦，余下多数天人多投生人道，阿修罗或是下层诸天，依旧逃不开轮回往复。各位想想啊，同样是生在兜率天，呼吸着同样的气息，看着同样的日月星辰，为什么命运会如此悬殊呢？有人说是因为内院和外院之间有一道墙，有一扇门，有守卫把守着，不让外院的天人进去。可我要告诉你们，这是完全错误的。内外院之间没有任何物理上的墙，没有任何门，也没有任何的守卫，他们就在同一个兜率天上紧紧地挨在一起，甚至可以说他们是相互交融的。可就是这样近在咫尺的2个地方，外院的天人却根本看不到内院的存在，更别说走进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道比铜墙铁壁还要坚固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这道界限不是空间上的界限，而是业力与心识的界限。我给你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人间的凡夫看不到身边的鬼神，也看不到天人，更看不到佛菩萨，难道是因为鬼神和天人都躲起来了吗？难道是因为有什么东西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吗？不是的，鬼神和天人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我们之所以看不到他们，是因为我们的业力不同，我们的心识境界不同，我们的眼根无法和他们的境界相应。同样的道理，外院的天人是以有漏的善业所感得的果报，他们的心识依然单注在五欲之乐上，依然充满了贪、嗔、痴的烦恼。而内院的众生是以无漏的善业和菩提愿力所感得的果报，他们的心识已经安住于佛法的修行中，已经远离了粗重的烦恼。这2种不同的心识境界就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无法逾越的屏障。外院的天人用他们的天眼只能看到外院的享乐景象，根本看不到内院的宝功，也听不到弥勒菩萨的法音。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相信有些善知识曾经听过。当年瑜伽行派的开创者无住菩萨，他的弟弟世亲菩萨以及无住的弟子狮子觉菩萨，3人曾共同发愿往生兜率天，亲近弥勒菩萨。他们彼此约定，谁先舍报往生，一定要回来给剩下的人报个信，告诉大家兜率天的真实情况。后来狮子觉菩萨先圆寂了，可整整3年过去都没有任何消息传来。不久之后，世亲菩萨也圆寂了，又过了6个月，依然杳无音信。当时的外道们都借此讥讽无住菩萨，说他的2位同修肯定是转生到了恶趣，根本没有往生兜率天，所以才无法回来报信。直到有一天夜里，无住菩萨正在为弟子们讲授定法，室内的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天空中却大放光明。一位天人乘虚而降，来到讲堂向无住行礼。无住问道：你是谁？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天人回答说：我就是世亲。
我舍命之后，往生到了独使多天慈氏内众的莲花中。莲花刚开，弥勒菩萨就赞叹道：善来广会，善来广会。我绕佛三匝之后，立刻就赶来向您报信了。无著又问：那狮子觉菩萨现在在哪里？世亲说：我绕佛的时候，看见狮子觉在外众之中，单住于五欲之乐，根本无暇顾及我们，怎么可能回来报信呢？你们看啊，狮子觉菩萨是何等的人物啊！他是那烂陀寺的高僧，修行非常精进，学问也非常渊博。他发愿往生兜率天，结果却只生在了外院，连弥勒菩萨的面都见不到，还差点因为单注欲乐而退失了道心。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凡夫呢？很多人都以为只要修了善业，升到了兜率天，就一定能见到弥勒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可他们不知道啊，如果没有发愿往生内院，没有足够的善根和福德，哪怕你升到了兜率天，也只能升在外院，享受天福而已。等到天福享尽，依然要随业流转，甚至可能堕入三恶道。听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难道外院的天人就永远被隔绝在这道无形的屏障之外，没有任何机会进入内院了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得搞清楚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历史事实，那就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内院和外院的划分，在早期的印度佛教经典中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弥勒信仰的核心经典，也就是南朝宋居士举渠经生翻译的《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是所有关于兜率天的经典中最权威、最原始的一部。你们去看这部经的原文，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内院这两个字，也没有出现过外院这两个字。经中只描述了兜率天有两类宫殿，第一类是500万亿天子，以他们自己的天福之力为弥勒菩萨造作的500万亿宝宫。这些宝宫都是用七宝建成的，庄严无比，里面有无数的天女演奏着各种天乐。第二类是大神劳度跋提，以他自己的福德之力为弥勒菩萨造作的49重微妙宝宫，也就是善法堂。弥勒菩萨就是在这个善法堂里为诸天众生讲说佛法。那么内院和外院的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概念最早是唐代的玄奘大师从印度带回来的。玄奘大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一个印度当地的古老传说。传说中，兜率天的众生分为内众和外众两部分。内众就是亲近弥勒菩萨、听闻佛法的菩萨众，外众就是普通的凡夫天人。而第一次明确提出内院和外院这两个概念的是玄奘大师的弟子窥基大师。窥基大师在他的《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赞》中对《观弥勒上升经》做了详细的注解。他说，出500亿天子造外众宝宫，次一大神造法堂内院，也就是说500万亿天子造的那些宝宫就是外院，而劳度跋提造的善法堂就是内院。从那以后，兜率天分为内外院的说法才在中国佛教界广为流传，并逐渐成为了弥勒信仰的核心内容之一。很多人可能会问了，既然早期经典中没有内外院的划分，那这个概念是不是后人编造的呢？其实不是的。窥基大师提出这个概念并不是凭空捏造，而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凡夫能够更清晰地理解兜率天的境界，能够更清楚地知道往生兜率天到底是为了什么。在早期的经典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内外院之分，但已经隐含了凡夫与菩萨的不同境界。兜率天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是欲界中欲望最淡薄的一层天，也是唯一有一生补处菩萨居住的天界。所以这里自然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众生，一种是来这里享受天福的凡夫，
一种是来这里亲近菩萨、准备成佛的修行者。慧基大师把这两种不同的境界，用内院和外院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划分出来，其实是为了强调往生兜率天，最重要的不是去享受天福，而是去亲近弥勒菩萨，听闻佛法，最终得到解脱。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哪怕你升到了兜率天，也没有任何意义。而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划分，却在中国佛教界引发了长达1000多年的激烈争论。直到今天，不同宗派的大德们对于外院天人到底能不能进入内院这个问题，依然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总的来说，中国佛教界主要有3种主流的观点，每一种观点都有非常著名的高僧大德支持，也都有非常充分的经典依据。第一种观点叫做完全隔离说，这是净土宗历代祖师的主流观点。净土宗的祖师们认为，兜率内院和外院之间是完全隔离的，外院的天人绝对不可能进入内院，也绝对不可能见到弥勒菩萨，内院的菩萨也不会和外院的天人有任何的往来。他们的依据主要来自于《楞严经》。《楞严经》中说，兜率天不接下界诸人天境。圆英大师在注解这句话的时候说，此云兜率，此云之足，即欲界第4天也。内院尚非外院所能之处，况下界乎？意思就是说，兜率内院连外院的天人都无法知道它的存在，更何况是下界的凡夫呢？他们还以狮子觉菩萨的典故作为依据。他们说，如果外院天人能够进入内院，能够见到弥勒菩萨，那狮子觉菩萨作为一个发愿往生兜率天的修行者，怎么可能会在外院单住娱乐，连弥勒菩萨的面都见不到呢？这就说明外院天人根本就没有机会进入内院。第二种观点叫做有限往来说，这是唯识宗历代祖师的主流观点。唯识宗的祖师们，也就是玄奘大师、窥基大师他们，认为内外院之间并不是完全隔离的。弥勒菩萨会主动到外院去说法，度化那些善根成熟的外院天人，而那些善根成熟的外院天人也可以被弥勒菩萨接引，进入内院听闻佛法。他们的依据主要来自于《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经中说，尔时兜率陀天上有500万亿天子造作天宫，宫阁之间100千天女执持乐器，其乐音中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也就是说，兜率天的一切音声，包括天女演奏的音乐，都在演说佛法。外院的天人每天都在听闻这些佛法。经中还说，若有众生闻是菩萨大悲名称，造立形象、香花、衣服、铠状幡、礼拜、细念，发弘誓愿，命终之后，譬如壮士屈身必请，即得往生兜率天，于莲华上结跏趺坐。这就说明，只要外院的天人听闻了弥勒菩萨的名号，升起了厌离生死之心，发愿往生内院，积累相应功德，因缘成熟时，就可以被弥勒菩萨接引进入内院。不过唯识宗的祖师们也强调，这种往来是单向的，只有弥勒菩萨和内院的菩萨可以自由出入内外院，外院的天人是不能主动进入内院的，他们只能被动地等待弥勒菩萨的接引。第三种观点叫做愿力准入说，这是绝大多数弥勒信仰者普遍接受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能不能进入兜率内院，关键不在于你在哪里，也不在于你有多大的福报，而在于你有没有往生内院的愿力，以及与愿力相应的善根和福德。他们认为，内外院之间的界限本质上就是愿力的界限。如果你发愿往生内院，发愿亲近弥勒菩萨，发愿跟随弥勒菩萨下生人间度化众生，
那么你命中之后就会直接升到内院。如果你没有发这个愿，哪怕你修了再多的善业，有再大的福报，也只能升到外院享受天福。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东晋的道安大师，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玄奘大师。道安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大力弘扬弥勒信仰的高僧，他和他的弟子们都发愿往生兜率内院。玄奘大师更是一生都在弘扬弥勒信仰，他在圆寂之前还一直在念诵弥勒菩萨的名号，发愿往生内院。其实这三种看似矛盾的观点并不冲突，他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同一个真相而已。完全隔离说是从凡夫的业力角度来说的。对于那些没有发愿、善根不成熟的外院天人来说，内院确实是完全隔绝的，他们永远都看不到，也永远都进不去。有限网来说是从菩萨的愿力角度来说的，弥勒菩萨的大悲愿力是普度一切众生的，所以只要外院天人的善根成熟了，弥勒菩萨就会主动去接引他们，让他们进入内院听闻佛法。愿力准入说是从众生自身的角度来说的，能不能进入内院，最终的决定权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只要我们真诚发愿，努力修行，积累善根福德，就一定能够往生兜率内院，亲近弥勒菩萨。所以这三种观点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他们共同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往生兜率内院不是靠别人，而是靠我们自己的愿力和善根。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往生兜率内院到底难不难？它和我们熟知的西方极乐世界到底哪个更适合我们末法众生？今天我必须把千年祖师大德的真实判教讲出来，纠正一个流传最广的天大误区。很多师父喜欢说兜率内院门槛极低，不用功夫，不用定力，随便发愿就能去，比西方极乐简单太多。说实话，这句话只对了3分，错了7分，误导了无数修行之人。我跟大家讲最正统最严谨的真相：兜率内院不是随便发愿就能去的廉价净土。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核心逻辑：西方极乐靠的是弥陀大愿的他力，兜率内院靠的是行者自身的愿力与定力。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确实开示：闻菩萨名号，恭敬细念，发菩提愿，广修善福，命中得生内院。但大家千万不要曲解经文，断章取义。经文讲的往生是愿行相应的往生，不是口头敷衍的往生。真诚的往生之愿，它不是嘴上的一句口号，是你内心真正厌离轮回，心慕净土，愿意追随慈尊，修行度众的笃定心意。同时它需要配套的善根、持戒、观行作为资粮。为什么古德说兜率难生？因为弥勒菩萨没有临终强制接引的本愿，不会像阿弥陀佛那样，众生哪怕散乱罪业深重，临终时念佛必定放光接引，绝对不放弃。往生兜率更多是自力相应，自业感得。你的心够清净，愿够坚固，善根够匹配，你自然契入内院净土。你的心贪染未除，愿心轻浮，哪怕修了天大的福报，也只能感得外院欲界天福，终究沉沦轮回。反观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48愿是末法众生最大的慈悲方便。哪怕我们烦恼满身，杂念纷飞，只要信愿真切，老实念佛，临终时念即可往生。它是彻底的待业往生，他力救度，最适配我们业障深重的凡夫。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两大净土根本不是谁比谁更简单，谁比谁更好，而是根器不同，诉求不同，
西方极乐世界胜在安稳，胜在不退转。一旦往生，跳出三界，永离欲染，在净土中一直修行，直至成佛，不用再来娑婆受苦，不用面对退转风险，是最适合求安稳、求速出轮回的修行者。而兜率内院胜在因缘，胜在传承，胜在菩提大愿。它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因缘最贴近，诸佛皆从此处下生，弥勒慈尊常住说法。对于真正发菩提心，不愿独善其身，未来愿意随佛下生人间，龙华三会广度众生的大修行人，兜率内院有着独一无二的殊胜意义。它有它的珍贵，也有它的风险。毕竟兜率仍在欲界，周边即是五欲境界，若无坚定愿力，扎实修行，确实存在退转的隐患。所以古德从来不会一概而论哪个更好，只是慈悲开示，求稳，求离苦，优选西方，求传承，求随佛度生，可愿兜率。我今天讲这些，不是让大家取舍对立两门净土。佛门84000法门，贵在相应，不在高低。但我一定要提醒所有修行人，无论你发愿往生哪一处净土，愿力永远是导航，行持永远是资粮。只有口愿，没有实行，福报只能换轮回安乐，换不来解脱净土。只有修行，没有愿力，功夫散落无归，终究随业漂泊。其实啊，兜率天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天界的传说，它更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也照见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你们仔细想想，我们生活的这个人间，何尝不是另一个兜率天呢？我们的人间和兜率天一样，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快乐。有美食的快乐，有美色的快乐，有名利的快乐，有权力的快乐。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一辈子都在追求这些快乐，为了这些快乐，不惜造下各种各样的恶业。他们以为拥有了这些快乐就是幸福，可他们不知道，这些快乐都是短暂的，都是无常的。当这些快乐消失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无尽的痛苦。而我们的人间也和兜率天一样，有一道看不见的界限，把人分成了两个世界。一边是那些单注于五欲之乐，为了名利奔波劳碌的凡夫，而另一边是那些觉悟了的修行者，他们放下了对五欲的贪著，追求生命的解脱，追求心灵的清净。这两个世界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看着同样的日月星辰，可他们的内心世界却完全不同，他们看到的世界也完全不同。凡夫看到的是金钱，是名利，是美色，是各种欲望的满足，而修行者看到的是苦，是空，是无常，是无我。凡夫每天都在造业，都在为自己积累轮回的资粮，而修行者每天都在修行，都在为自己积累解脱的资粮。这两个世界的人命运也有着天壤之别。凡夫在六道中轮回，生生世世都在承受生老病死的痛苦，而修行者最终会脱离轮回，得到永恒的解脱。你们看，这和兜率天的内外愿是不是一模一样？其实啊，根本就没有什么外在的兜率天，也没有什么外在的内外愿。兜率天就在我们的心里，内愿和外愿也就在我们的一念之间。当你的心里充满了贪、嗔、痴的烦恼，充满了对五欲的贪著，那么你现在就生活在兜率外愿，甚至生活在三恶道里。当你的心里充满了慈悲和智慧，充满了对解脱的渴望，充满了菩提心，那么你现在就已经生活在兜率内院里了。修行从来都不是要逃离这个世界，也不是要等到死后往生到某个遥远的净土。修行就是要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充满了烦恼和痛苦的世界上，守护好自己的这颗心，守护好自己的愿力。我们不需要去羡慕天人的快乐，也不需要去害怕地狱的痛苦，我们只需要明白，一切的境界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识所变现的。心在哪里，命运就在哪里。如果你能够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保持一颗清醒的心，不被五欲所迷惑，不被名利所束缚，那么无论你在哪里，你都是在净土里。如果你被五欲所迷惑，被名利所束缚，那么哪怕你升到了天界，你也依然在轮回里。这就是兜率天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的最深刻的道理。各位善知识，今天我们讲了兜率天的真相，讲了内外院的区别，讲了往生内院的条件，也讲了兜率天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兜率天的特殊不在于他的福报有多大，也不在于他的快乐有多么的不可思议，他的特殊在于他给了我们每一个凡夫一个亲近未来佛的宝贵机会。他告诉我们，哪怕我们是业障深重的凡夫，哪怕我们充满了烦恼和痛苦，只要我们能够真诚发愿，努力修行，就一定能够脱离轮回，最终成佛。愿力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只要你在心里种下了一颗往生兜率内院的种子，种下了一颗成佛的种子，那么这颗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开花。结果哪怕你这一辈子没有成就，下一辈子下下辈子，总有一天你会往生到兜率内院亲见弥勒菩萨，总有一天你会在龙华三会中听闻佛法，正得解脱修行，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我们不需要急于求成，也不需要灰心丧气，只要我们保持初心不退，只要我们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终有一天我们会到达解脱的彼岸，终有一天我们会在龙华树下和弥勒菩萨相遇。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有一点点的启发，恳请你能够点赞热推这个视频，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看到，让更多的人能够种下一颗解脱的种子。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感悟和愿望，我们一起交流，一起进步。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内容还不错，也欢迎大家随喜布施，你们的每一份布施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也都是在为自己积累一份无量的功德。我会用这些布施继续弘扬正法，帮助更多的人脱离痛苦，得到快乐。最后，祝愿所有的有缘人都能够善根增长，福慧双修。祝愿大家都能够往生兜率内院，亲近弥勒慈尊。祝愿大家都能够早日成佛，普度众生，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